在之前的影片中有提到，隔离舱的升级可以提升温度稳定。这集就要来谈谈隔离舱的建设考量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如果使用 3D 列印机只有印 PLA 的情况，隔离舱就没有太大的必要性，因为影响不算明显，可以拿来当作减少粉尘污染的隔离舱。但如果是要印像 ABS 的材料，隔离舱的建设就有一定程度的必要了。隔离舱可以隔离 ABS 所带来的致癌物质，同时透过热床本身加热，让舱内温度提升，与隔绝舱外空气流动，达到降低 ABS 翘曲的优点。市售便宜的机种大多数都没有隔离舱，部分厂商有贩卖像是隔离帐篷或是特定尺寸的隔离舱。但如何确认隔离舱是否合用？这边有些自制隔离舱的经验分享，与未来搭建隔离舱该考虑的项目供作参考。首先是舱体的搭设，要考虑不同的机台样式，选择适合的舱体。比较原始的当然是拿纸箱直接盖起来，但在使用上会比较麻烦，需要整个拿起来。比较好是设计较方便的使用方式。如果很在意尺寸大小，可以考虑使用铝矩形自行搭建，搭配定制的亚克力板就可以搭出不错的隔离舱。搭配亚克力要注意购买的门板合页固定方式，还有保留些许公差，以防不好开门。其中一部分的零件可以透过 3D 列印本身就可以完成。再来说隔离舱可能会需要什么，最先可以考虑灯光。将机台放入隔离舱后，舱内空间会比较昏暗，所以多连接几排 LED 可以有效增加舱内亮度。就未来如果要安装云端监控，也可以有足够的光源。再来就是排气，刚刚前面有说过，列印像 ABS 这种材料，如果不能在通风的地方列印，舱门打开的同时，所有含有致癌物质的粉尘就会直接排放到室内，所以最好在设计隔离舱时，同时考虑到排气问题。在列印结束后，将气体排出。前面提到亚克力提供些微的公差，配合排风扇，可以达到舱内负压，将室内空气由细缝吸入隔离舱中，减少粉尘进入室内的机会。但如果想要稳定舱内温度，列印时不能开启排风设备的情况下，请考虑在安装门板时的气密性，防止粉尘排入室内。另外一部分，请考虑未来机台的使用方式来做设计。一部分的电子零件会因为温度提升无法正常运作，像我目前的 TMC2208，因为封在机体下方，如果再加上隔离舱本身不排气的情况下，路径控制晶片会因为过热导致列印时会有整层平移的问题。虽然现在又另外针对主板加装了散热风扇与导风罩改善散热，但长时间列印还是需要开启隔离舱的排风设备。这点在设计上需要评估是否将所有电子零件移植到隔离舱外。最后是滤网的部分，如果真的无法将排风设备所排出的气体排放到室外，就可能需要考虑购买空气滤网相关的设备，确保室内空气的干净。可以设计连接导风管到最近的空气清净机附近，或是直接改装空气清净机。本频道目前着重于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，我们下次见。